今天这集来跟大家聊一聊 EV tire 电动车需不需要专用的轮胎？为什么电动车不能够用一般汽油车的轮胎？像我之前每次介绍 EV 我都有讲，因为电动车不需要换黑油，不需要换润滑油，所以轮胎就成为了一个 EV 最大的 cost， 你的所谓的售后的东西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到了Sunway这边的全新 Bridgestone Premium Store，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种类的 Bridgestone 轮胎啊，有 Potenza， 有 Turanza， 有 Dealer 等等。然后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刚刚来到马来西亚的 EV 专用轮胎 Turanza EV， 也帮我的车子换上这个 Turanza EV， 然后再跟大家来解释为什么电动车需要特别的轮胎。从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Let's go！大家都知道，轮胎是车子跟马路唯一的接触面，所以车子的重量很大程度的决定了轮胎的使用寿命、轮胎的抓地力和轮胎的效率等等。但我们都知道重量会影响，但多重叫做重。打个比方，我这台轴距2875mm的 Model 3 All-Wheel Drive Long Range， 我的车重是1828公斤。那轴距在2525mm的 Toyota Camry 2.5 Liter， 车重只是1550公斤。那我们印象中 D segment 的 Camry Ego 都是蛮重的车子啊，可是它们的重量也差不多在1500-1600左右。但 Model 3 All-Wheel Drive 已经算是轻了的。我们来看轴距比它再长一点，轴距2920mm 的 BYD Seal All-Wheel Drive 呢，它的车重是2185公斤。所以2185公斤的重量，也就是比 Toyota Camry 重了635公斤。600公斤这么概念啊？我们看一个成人是80公斤来讲，6848都不够，8864差不多7-8个成人坐在车里面的这个重量。所以当车子更重之后，对轮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第一个，刹车距离。当你车子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你需要更短的刹车距离就能够让车子停下来。当你车子重100公斤，每重200-300公斤，你的这个刹车距离就会拉得更加的远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呢，这个电动车啊，大家都知道它没有传统的引擎变速箱，所以在动力传输上，它给到你的扭力是不需要根据，比如说2000rpm、3000rpm， 它是张嘴就来，瞬间扭力的。像我这台车子0到100 4.4秒，这个 Model 3 Performance 3.1秒，3.1秒是以前 Ferrari 那种，你知道吗？4.0 Liter V8 做到的这个加速表现。所以当轮胎需要这么频密的去瞬间扭力加速的时候，这个轮胎变形的速度会更加的快，它变形的这个张力啊，它的横向摩擦等等，都会比一般汽油车还要来的损耗还要来的大，因为它就是这么有力。那除了车重跟这个瞬间起步加速之外呢，第三个就是它的刹车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动车通常不太依赖这个刹车踏板，像 Model 3来讲，它是 default setting 就是 one pedal mode 一个踏板模式，所以当你经常不点你的加速踏板的时候，车子就等同于是在刹车。所以这个轮胎呢，怎么讲？电动车其实不需要用到 brake pad， 你看在美国他们 brake pad 啊走了5万个 miles、10万个 miles 都不用换 brake pad 的，因为它都是用 regen 降低这个电动马达的输出来达到减速的这个目的。但是这样子做的不好，就是当你每一次在停的时候，这个轮胎会更加频密的在减速加速，这个也影响了电动车的这个轮胎的性能要求等等。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电动车比燃油车安静很多，因为它少了传统的内燃机引擎，它不用烧汽油，它不用烧柴油，它只是靠电池提供能量给电动马达来驱动车子。所以所有开过电动车的朋友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，就是它非常的安静。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呢，最大的声音、最大的噪音就是轮胎跟马路发出来的这个胎噪声。所以有鉴于这个电动车的车重重，再来它相对安静，所以它会放大所有车子跟路面的声音，还有窗外的声音等等。所以呢，就需要一个 EV 专用的轮胎。但问题就来了，因为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一般燃油车的搭业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抓地力越好的轮胎通常是越潮的，
因为它的花纹块比较大个，它去牺牲掉这个宁静性来达到更好的抓地力。但电动车又刚好是相反，它既要能够延长它的续航里程，保证它的湿地刹车表现，保证它的抓地力，保证它的加速能力的前提下，它又要能够做到非常安静的这个轮胎的噪音，所以这个就非常考验了。所以我这一次呢，就特别去换了这个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T005 EV 轮胎，这是一款专门为 EV 打造的轮胎。那 Bridgestone 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去克服掉，既要兼顾到抓地力，又要保证续航里程？如果在燃油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轮胎可以为车子增加多30公里的续航里程，你可能觉得无伤大雅，你可能觉得不痛不痒。但对一个电动车来讲，你换了一个轮胎，可以增加多30到50公里的续航里程 ，This a lot。是很多了的，因为这个多出来的这几十公里，能够让你到充电桩，能够让你到目的地这样子。用了这个轮胎过后啊，真的会感觉到真的是跟一般的非 EV 轮胎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该款版 Tesla Model 3标配18寸的轮圈，尺寸是23545/18。然后这个途兰达 T005 EV 呢，顾名思义 ，EV Electric Vehicle 就是电动车专用的轮胎，你要放在燃油车也可以。这边有 V Silent 的字样，这边有一个电动车的 logo， 它采用了 Enlighten 的技术。这个 Enlighten 能够降低轮胎的重量，因为车子都已经很重，所以降低了这个重量之后呢，它也能够去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， 就是车子的滚动阻力。所以降低了滚动阻力，就能够直接提升车子的续航力。提升了续航表现之后呢，它必须要去降低它的噪音。要怎么样做到？采用了 B Silent 的技术，就是一个 B Silent 的静音棉。那在这个画面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是如果我们刚才看进去这个轮胎里面的话，在轮胎的内侧就放入了非常厚的这个静音棉。当路面不平的时候，这个轮胎跟马路会形成一个噪音，会产生震动，所以这个吸音棉就能够有效的去吸收掉胎噪声等等，可以把它转换成热量，储存在它的这个吸音棉里面，就隔绝掉，让这个噪音只是停留在隔音棉，而不会上传到你的车厢里面。所以有这 Enlighten 技术跟 B Silent 的技术，就让到这个途兰达 T005 EV 比途兰达 T005 或者是其他的传统燃油车轮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那因为电动车比较重，重个200-300公斤或者400-500公斤，也让到它的使用寿命平均上会比燃油车降低一个20%。但最考验它的就是一般我们说燃油车你要去到0到100 4.4秒、3.1秒，你可能通常都是4.0 L V8 或者3.0 L V6， 就算你是2.0 L 的4气缸 Turbo， 引擎声浪、排气声浪都会比一般的车子还要来的大声很多。但电动车呢，我不管它是3.1秒的、2.8秒的电动车，它都是这么安静，所以它必须要能够兼顾到高速刹车、高速的过弯表现，轮胎更容易变形、更快的变形，同时它又能够照顾到它的竞速性，它还要保障这个续航里程。所以一个 EV 轮胎、电动车专用的轮胎的技术含量是远高于传统燃油车的轮胎。所以用了这个途兰达 T005 EV 轮胎，我自己是相当的满意啦，因为它能够让我这台车子发挥到它的最大功效，发挥到电动车最大的效益。如果您是一名电动车车主，你的电动车的轮胎寿命将至，欢迎到各大的 Bridgestone 陈列室、Bridgestone 的 Workshop， 或者到 Bridgestone Premium 的这个 Showroom 去换 Bridgestone 途兰达 T005 EV 轮胎。这个拥有 Enlighten 低滚阻技术和 B Silent 静音棉的途兰达 T005 EV 轮胎。那关于轮胎的寿命方面因为我认识了一位朋友，驾Model 3驾了2-3年，他大概在35000到37000公里的时候去更换他的轮胎，还可以用的，不过差不多够钟要换了，所以它会比一般的燃油车少是肯定，只是不会少太多。毕竟Model 3也不是一个很重的电动车，所以我自己就使用了途兰达 T005 EV 之后，我再跟大家去 update， 可能过了3个月、过了6个月之后，看一下这个轮胎的整个 condition 是怎样，我再跟大家 update。所以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和 like 下 Facebook page，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去玩卡。